哎呦，谢谢你，感谢感谢，还有东西一个果子，就那个叫什么糕点嘛。哦。然后小伙伴们看，U Tokyo，然后这个是你们学校的，一个杯子。哎，谢谢你。出来旅行带那个纸袋子不方便，然后就一对对对，你看周文云带着女朋友来玩，还给我带了个礼物，看，我好喜欢这杯子。嘿，大家伙早喽！8月12号星期六，周末了啊，这边开始放假了，放盂兰盆节的假，连菜市场都休息，明天菜市场就不开了，一直休到周三。然后很多人已经开始放假玩了。刚才早上起来出来家门口的商店街，一辆自行车停在路边，边上躺一大哥，安详的在睡着，估计昨天晚上喝大了。昨天没睡好，昨天睡得特别少。昨天有个事儿睡晚了，穿上了一件今年夏天还没怎么穿的背心，有一年老穿它都有点泛黄了。但是这件背心现在好像官网还能买到，就是不知道号全不全了。我这是 M 号的。先跟大家做预告啊，下周的训练周期有调整，因为周三是合练的日子。这样的话呢，今天是周六、周日、周一训练3天，周二休息1天，周三第一个训练日参加强度课。然后周四也有一小变化，周四会跑得短一些，早上起来，因为周四晚上老哥介绍了这边的最大的一场练习会，每周四晚上在长居公园，说是有200-300人，是有很专业的人，有全程马拉松2小时20的人，就是基本上算是大阪最大的一场练习会。专业的跟业余的都去，是有配速的，是有配速员的，15秒一个出发的方阵，然后也有规则，就是你选定这个方阵之后，夏天是前10公里，你一定要跟着这个方阵的配速去跑，然后最后你就随便了，15公里最多。老哥说他夏天一般就是10公里跟，然后最后冲1公里就结束。到秋天的时候就是变成15公里，就天凉快以后，只要那个公园没有大型的比赛，就都会有这个活动。每周四晚上是介绍制的，就我自己去不行，老哥介绍我去第一次，而且说新成员第一次还有一个30秒的自我介绍，我在准备。所以这周四晚上7点多要参加一个跑步，所以时间稍微调一下。然后周五是第3个训练日，周五早晨的片子会发周四晚上拍的，如果能拍的话。差不多就这样。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？今天咱们闲聊一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昨天8月11号咱们频道的目前在订阅状态下的观众突破了5万人。其实你们看到的那个5万，好几天前就能看到的，它就是4舍5入的，B 站是4舍5入的。昨天是真正的突破了，现在应该是5万0十几，受宠若惊啊！感谢大家。距离那块牌子还有5万，但是有难度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品类不会有那么多的潜在的人，就现在的情况，慢慢来吧。现在的订阅状态是这样，其实这么多年迎来送往的可能不止这个数了，就是看过咱们的还是有些惶恐。我有时候说的比较随性，加油干吧，一会儿咱们闲聊天好吗？
不知道现在心率，嚯，149，这个举着真的是胳膊挺累的。你看我老换手。对，小伙伴们看，大家好啊，很惊奇吧？出现在博哥的频道，追星成功啊！别客气。东京的时候看你，感谢你啊。哎，追星嘛，那次说实话确实人很多，前面那点路比较宽阔，遇不见很正常。啊，对，而且你那个最后终点那儿人挺多的，我看你对追那段视频，我还挺害怕，我怕你摔一跤。看着呢，如果没有人还可以再追一追。当时有点愣神了，您过去之后我才反应过来。对，那时候不快了也，那时候其实追，要是没有人是能追上。那时候已经4分出头了。最后一段可以啊，练的。跑了多少了今天？今天才开始。就住这附近。来玩吗？还是？对，来玩，跟女朋友。放假了哈。对。我把相机开开了，我们采访这小伙。你是从多长时？你破3之前最后一次成绩是多少？那个都老早了，那时候应该是18、19年那时候跑的啊，跑过2次，一次是我家那边的正开马拉松，然后跑了4个小时30多啊，然后后面10月份又跑了一个江苏的连云港徐尾马拉松啊，然后也是4个小时30多，然后后面因为考研什么的，反正就没再跑步了，就停了，有一段腿也不舒服。然后一直停到21年的9月。21年的9月，那第一次破3是什么时候？22年，是今年的3月29。对，你说过你自己测试过一次破3，那是什么时候？就是今年3月29。今年3月29，那就是用了1年多的时间。对。20多岁，你们看可以哈，我真是不行了。这衣服是自己印的吗？对，那个这是什么意思？河马 TV。哦，那个河马那个 UP， 他来搞的。哦，可以。那你这1年多就自己这么跑吗？有什么特殊的吗？进步挺大，还是我觉得，在国内的时候是22年的5月中旬，5月15号大概测了一次，那时候是全马是3小时21分钟。就是很尽力了，对吗？对，那时候是也在田径场跑的，因为好补给嘛，自己做的话。然后前半程是我自己跑，然后后半程是找了个同学带了我个半马。那时候是3小时21。然后去年的10月、9月到东京之后，然后在这边就去那个田径场练间歇。就那种在国内的时候，就9月份、10月份的时候。跑400的400米，然后就喘得不行。然后到现在的话，现在天太热了，最近那个状态，春天那时候就全马自测的时候，状态好的话可以跑350的20分钟一组，跑3组那种。20分钟一组？对，就是5公里一组。哇，那可以了，那就很可以了。对，然后就跑3组。对，跑3组。然后我觉得那个收益还是蛮大的。对。那个田径场氛围太好了，就是我刚来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比较尽力的配速也就在4分左右，就4分到420。但是提升真的挺快的。对，然后当时那个田径场就是从5分到3分，不管你什么配速，都有人愿意跟，你都能找到一个3分，然后你在后面跟着他们。对，关键就是心理突破，因为我分析，比方你在国内跑步。你跑到4分左右的配速，在大街上很少了，你基本上你就大家都看你了。对。然后呢，你会觉得你自己挺快了，这就跟各种运动项目的世界纪录一样，打破1次以后，后面人都能跟进。对，就都能跟进。这个事儿就是第一次做的人比较了不起，所以在这儿，但是你确实是进步挺快的，对，速度能拉起来。那你会有耐力的问题吗？一开始？没有这个耐力问题，从21年开始就听博哥的，那时候说，你那时候不是一直说那个单次距离要尽量长一些吗？在国内那时候约跑量300的时候，单次距离也在12到14之间。对。然后到这边的话，就是如果自测前面我会跑几次那个 LSD，可以跑2个多小时。
就不看距离了，就看时间。对，2个小时20分钟到40分钟左右。其实我觉得跑到一定程度就2个小时左右，然后你的腿的那个疲劳程度就已经上来了，那种感觉就已经上来了。是的，是的。我感觉跟那个速度和距离关系不大，跟那个倒腾的腿的步数感觉应该是相关的。对，其实马拉松就是一个时间，你要跑4个小时一场和跑2个小时一场肯定是不一样，时间长挺磨人的。而且其实小伙伴们，你们也听，马拉松其实挺简单的，又是认识的人，打个招呼啊！哎呦，哎呦，然后就是耐力和速度，对吧？你看小伙开始月跑量300，其实不管你一次跑多远，已经是很可以的了，普通人里。月跑量到300，你就能有破3的耐力的水平，跑1年，然后再提速度呗。你现在最快能冲到多少？1公里的话，1公里的话，大概应该在310左右。310，你们看，真是厉害了。我觉得，因为现在我跑320、325的那个雅虎800，我可以跑10组啊。320的话，那一个800米是2分多少？2分40。那有想过破240吗？现在还差得远。其实您说的也对，那个雅虎800只是评估你有没有这个速度能力，但是跟耐力关系不大，我觉得。对，我也觉得。那跑完10组没什么感觉。对啊，我们单次跑量在10公里以上的话，它强度很大，但是只有8公里啊。对。啊，恢复的也很快。那时候我是1周跑2次间歇，然后就跑完那个3乘20分钟的那组。然后就第2天就累得不想跑，然后对安排跑休。然后雅虎800的话，第2天睡一觉几乎就没啥问题啊。对，那个3组5公里这种其实是很强度大的。对，你掉头。3组5公里我轻易都不跑的，很累的那个。那你那个间隔多少啊？5分钟。5分钟。对，因为惯性的那个长间歇5比，短间歇1比。啊。现在天太热了，跑不了长间歇了。对，现在跑不了那个5公里的，现在也就是1.6、2.4了不起了。对，现在我真的跑不了，我特别怕热。但是跑间歇还是得有心理建设一下，确实是挺累的。最早的时候，就往那边掐表之前，心里就有点恐惧，站在跑道上，心率就能往上升，就不用动。哎，挺好，有一田径场挺好。大阪就是没有田径场，就不太适合场地训练。我其实也不太习惯场地训练。这边这个路也还好，完全封闭的话也比较平。对，这路几乎不走机动车，除非有特殊那种执照的运货的什么的。在东京，我住的离那个皇居有2公里。然后绕皇居的话，皇居啊也还行，就是我觉得它那个路的质量还不如这个路啊。对，那肯定的，它有的宽，有的窄，有的起伏，然后而且还有很多那个大树旁边。对，把那个。那后边什么计划呀？今年的话，我报了一个那个北海道马拉松，1月27号。那个谁，我认识那老哥也去，就奥运会那赛道嘛，对吧？对。他也去，但是我感觉到时候看天气，纯看天气。应该会比较热，他说。对。有历年的温度都25度。25度那不行啊。对。到时候能不能跑进3小时都是一说，到时候我觉得啊，年轻的话确实是不太耐这个，但是问题不大吧？3小时现在很容易，4分10几的配速。对的。然后今年秋天到国内看看，11月、12月如果有比赛的话，可以报一场。11月、12月不多了，11月、12月大比赛都过去了。那到10月就差不多了。对，那只能看看明年的厦门了。就元旦那个。对，但是厦门，你是哪人？我在南京，我到时候回去的话就去南京了。那我估计你也觉得热。厦门元旦的时候也挺热的。对。比较湿度比较大。对，不一样，跟北方的不太一样。对。可以明年先冲击一个4、5月份的半马，
南京的话，你看上海有没有机会？但是应该上海不好拿名额，感觉跟东京马拉松中签率差不多了。东京快要开始报名了，我去年报了没中。哎，8月12号星期六清晨7点01训练结束啊，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，1小时45，平均配速5分，平均功率196，心率141，步频192。没想到吧，碰见了周关云。其实前2天我们有个私信的联系，他来这边玩。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然后收到了周关云的礼物，并且呢，也是咱们频道第一天5万的订阅状态的观众的第一天，还是很感恩戴德的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从那年的那场大雪到现在拍了这么多期，我还会继续再努力一些，再努力一些。他也说这边挺热的，这是挺热的，就是湿度比较大，然后会比较出汗。其他的都还好，这边也开始放假了，然后我也周末了，工作的事儿呢，上周基本上这段时间的忙碌也算是告一段落，好好休息2天，然后下周努力训练1周，下周2堂训练课是挨着的，周3的早晨和周4的晚上。到时候大家看看这边我能拍多少就跟大家拍多少，因为那么多人在一起那么跑的话，肯定就是以拍摄就是拍画面吧，少说话。老哥说可能我是那个唯一的外国人，有可能，因为那个不是它不是一个开放性的，不是说你来旅游就能去参加，而且大家也不知道。你看我在这儿半年了，我也不知道，那第一次听说。老哥很拼的，他昨天跑了一个31公里，然后今天去 Park Run 早晨，然后明天呢有一个5公里的场地赛，特别的厉害。我觉得这体力惊人，我真不行，我再继续努力。而且跟周关云聊也不约而同的会聊到就是一些训练的心得。其实拉长距离，然后呢，再多挑战一些速度。马拉松其实无非就是耐力加速度，你能用一个什么速度跑多远，对吧？说复杂，它是个系统工程；说简单，它也简单，好吗？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，还是祝大家炎热的夏天，努力的夏训里，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加油干！秋天就有好成绩了，是吧？那咱们明儿见。